既然朱师傅已经到，那我宣布，比赛开始。此局比赛，主票已获胜。醇厚鲜爽，毫香扑鼻，很妙，很妙。您喜欢研究中国，但不能说很了解中国。就像这白茶，它就在您的了解之外。我们中国人说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那不知道宫崎先生觉得应该怎样对待我们中国这位老师呢？今天请朱先生过来，主要是想和您谈一谈合作的事情。合作的事情？是的，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现如今，南方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浙江，上海工商界是人心浮动。我富山株式会社对一些工厂的收购，完全是出于保护，而不是侵吞。这朱先生可能是误会了。如果朱先生能够停止阻拦，
那么，您有任何的需要，鄙人都将尽全力予以帮助。宫崎先生，如果是公平互利的买卖，我不会干涉；但是，如果是强买强卖的话，那对不起，我不可能坐视不理。朱先生，鄙人已经表达了我的善意，请您三思。谢谢您的善意，我也表达了我的意思，也请您三思。朱先生，大和纱厂和罗氏药业，我是吃定了。宫崎先生，对不起，你不但吃不到，还得把之前那些都给吐出来。朱先生，如果我们做不了朋友，那可就是敌人。你可要想好。朋友敌人，不是由我来决定的，是看你。告辞。不送。宫崎得不到大和纱厂和罗氏药业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刘叔，我建议多派点人看好这两家企业，免得那帮日本人又来捣乱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这样，我现在安排如风去办这件事情。陈馆长，马宁儿现在如何？哦，你说他呀，他本身一个浪子，失去了张连海这个靠山以后，后来凭借自己的本事赢取了全国国术大赛，现在在馆里当上了总教练，为了表现自己的实力，还挺卖力的。我需要一场新的比赛，由他来挑战马宁儿。河内，你有几成胜算？打赢他不难。打赢马宁儿这事儿不难，可是要马宁儿应战这事儿难啊。陈馆长，这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。陈馆长，请笑纳，我只要一个结果，让马宁儿迎战。宫崎先生，这钱是好东西，金钱没有国界，就像我这个人一样，什么爱不爱国的空话我从来不谈，只是这是你我之间的交易。马宁儿这一事，您给这钱是不是有点多呀？陈馆长，我喜欢你这样的人。如果所有中国人都像你这样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既然是交易嘛，就不是一次两次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长期的，所以，请你收下吧。好，有宫崎先生这句话，马宁的事儿就包我身上了。很好，武林，你要发动上海大小所有报纸，集中报道河内挑战中国国术大赛冠军马宁儿这件事，越热闹越好。明白，哥哥，我一定会办好这件事。河内，你明天就带人到国术馆，向马宁儿正式下挑战书。嗨1、2、3、4、5、收。好，大家休息会儿。哎，马教练，马教练，喝口水，辛苦了，让他们自己练呗，大热天的。谢谢馆长，学八极拳不是儿戏。既然我担任了总教练，就必须对得起这个位子，还是由我来吧。好。谁是马宁儿？
问谁是马尼尔啊？我就是。我们大日本空手道高手河内京正式向你发出挑战。你就是河内京？你，我，决斗！我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挑战的。我看各位还是请回吧。你弟，懦夫！喂，你说什么？住手！简直欺人太甚了！你们，谁说马尼尔怕你们的啊？马教练，这帮日本人都欺负到我们国术馆头上来了。哎，你不会害怕输给他们以后就毁了你国术冠军的名声吧？马教练，这个人荣辱和民族大义相比，哪个更重要啊？我觉得男人大丈夫宁可战死擂台，也不能苟且偷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好，擂台见。宫崎先生，马宁儿已经接受挑战了。您找我过来，不知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他接受挑战，我当然知道，但我还需要他来一趟。有些事情我要和他当面谈。来这儿，可能有点难度吧？他不太喜欢来这个地方。有点难度啊？没点难度，我请你来干什么？要知道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长期的。陈馆长忘记了？没吧，没吧。那就去办吧。你说过，金钱是没有国界的，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也不会再有国界。金钱是没有国界，可人当然是有国界的。陈馆长，如果我们之间的友谊出了问题，我想你也知道会是什么后果。去，还是不去？去。馆长，您找我。哎，来，坐。来，喝杯茶。馆长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富山株式会社的宫崎先生想让你过去一趟。馆长，我这才接受了他们的挑战，就过去他们那边，恐怕有所不妥吧？说的也是啊，不过我思前想后，觉得你还是得去一趟。馆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宁儿，你就给我个面子，你去一趟吧，跟他谈一下，我想不会有什么大事的。馆长，其实你我都知道，虽然说表面上宫崎是富山株式会社的人，但其实他是上海黑龙会的大头目。所以我实在不想跟他们有什么过往。马宁儿，马教练，你过去的事情，我可是略知一二的。黑龙会对你来说也不陌生，是吧？对，我的确和黑龙会有些过往，但当时我是被利用的，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。好了，宁儿，我再说一次，就当给我陈明一个面子，去一下好不好？马尼尔，马先生，你终于来了，快请坐吧。有话直说吧，要不是陈馆长一再的要求我来，我才不会过来。既来之，则安之嘛。马先生，你在我们收购大和纱厂和罗氏药业的过程中，
有过很出色的表现，所以我们……如果我当时知道你们真正的目的，我是不会出手的。哈，听说你和朱飘逸是一起长大的，但他几乎夺走了你的一切，对此我深感不平。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私事，我想就不用宫崎先生你操心了。马先生，良禽择木而栖。以你的才华，担任一个区区的武术教练，实在是可惜啊。人各有命，如果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先告辞了。慢着，马宁儿先生，如果你能在与河内的比赛中主动败给他，你不但能保全性命，而且还有我富山株式会社副会长的位子在等着你。你是说让我打假拳？哦，这么说也可以。只要你接受我的条件，我们就可以共同对付朱飘逸。你失去的一切，还可以从他那儿再夺回来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原来你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这个副会长的位子根本没兴趣。我会跟他来一场公平公正的比赛。这个假拳是不可能打的。哼，马宁儿，你不是河内的对手。我看你有才华，这么做也是保护你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一旦你走出这扇门，可就迟了。我马宁儿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。哼，不愿意降服的烈马，跑再快也没有用。河内，这场比赛该怎么打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马宁儿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挑战呢？马宁儿争强好胜，接受挑战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。他好不容易才拿到国术大赛的第一，刚刚在国术馆站稳脚跟，就算再争强好胜，也不应该那么轻易就接受日本人的挑战。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可以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这全上海的报纸都登了，马宁儿已经接受了日本人河内京的挑战，3天之内就在国术馆开打了。能这么快把消息铺遍整个上海的人没有几个人，这事儿肯定是武林干的。这正是我担心的，日本人这样做，肯定是别有用心。不行，我要去找马宁儿。哎，现在已经晚了，报纸都登了。再说你找马宁儿，他也不一定听你的。不管他听不听，总要试试吧。哎，朋友们、来宾们、记者朋友们，万众瞩目的日本空手道高手河内京挑战国术馆总教练、全国国术大赛第1名马宁儿的比赛，现在正式开始。
我虽然说不太喜欢马宁儿的为人，但这毕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比赛。虽然看来这河内经不怎么样，但却是招招致命啊！朴一，你怎么看？我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进去，怎么可以用硬碰硬的方法呢？送他去医院。好，来，哎，大家看看，这个马宁儿被日本人打成了什么样了？啊，这简直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，丢我们国术馆的脸！我在这宣布，从今往后，马宁儿跟国术馆断绝一切关系。小心点儿，来，小心！医生，医生，小心啊！医生，快这边，快！医生，哎，医生，人呢？来，我去找医生。哎，我也去。宁儿，坚持一下，没事的，坚持一下，医生很快来了。医生，坚持一下。哎，小姐，你干嘛？里面在做手术。先生怎么了？医生呢？在做手术。做手术？对啊。哎呀，医生，你是医生吗？啊，来跟我来。快点，医生！哎呀，
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正忙着呢，我这。医生，你等一下，病人马上回来了。哎呀，医生，他应该不会走太远，我们去找他，快啊！啊！哎，外头，外头！请问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开领衫、断了左手右脚的人离开医院？没有。我们分头找吧。啊，好。好。哎，这是谁呀？哎，大家快来看看！哎，这不是全国国术大赛总冠军马宁儿马先生吗？马宁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朱飘逸不是送你上医院了吗？啊？陈明，你是条日本狗！我是日本狗，我是日本狗！住手！啊！马宁儿，我之前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跟你说了，可你一意孤行，现在后悔了吧？我说过，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后悔。我们走。去死吧你！看什么看？不像话了！等死吧你！我来帮你吧。走开！怎么样？四处找遍了没有啊？你呢？哎，我也没找到。你怎么样？没有。不用再找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你们先回去，啊。宁儿，你没事吧？不如先吃点止疼药。你给我滚！我被打败了，而且败得很惨。怎么样？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啊！我怎么会呢？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如果你想帮我的话，你现在就给我滚！滚！你现在说什么都无所谓，但是你需要医生，你需要……我不需要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周飘逸，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现在我只剩下这一点点的尊严。难道你也要抢走吗？如果你对我还有一点点仁慈，可不可以请你马上离开？
不要连我现在一点点的尊严都要抢走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，我走。吃的喝的，还有一些药，在桌上。保重。河内打败了中国国术大赛的第1名，武陵，下面该怎么办？我想你是知道的。是哥哥，我会尽全力发动一切报纸来宣传我们的空手道。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空手道馆将会布满上海以及全国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中国人残存的那点关于国术方面的骄傲将会一去不复返了。很好。河内，空手道馆的推广工作就拜托你了，越快越好。我希望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空手道的影子。嗨。到处都是朱飘逸挑战河内的消息。武陵，你为什么不阻止？这一定是柳迎春搞的鬼。挑战河内的事，朱飘逸他们预谋在先，所以柳迎春抢先了一步，我还没有来得及。柳迎春，你当初没有及时除掉他，现在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请哥哥放心，我一定会除掉他。陈馆长，朱飘逸和马宁儿不同，要难对付得多。但是河内这场比赛是不能输的，你有什么主意？这主意很多啊，我都想过了，好像行不通啊。朱飘逸在上海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，咱们赶在赛前去放冷枪啊，下毒药啊，这都不是上策。万一走漏了消息，那可就是偷鸡不成18米啊。我想过了，唯一妥当的办法就是在比赛规则上做文章。宫崎先生，您是说要收买裁判？如果朱飘逸和河内的功夫是在伯仲之间，那么收买裁判才有作用。但据我的判断，他的功夫要大大的高于河内，所以收买裁判没有任何意义。唯一的办法是让朱飘逸被迫弃权。宫崎先生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您明示吧。如果在比赛当天朱飘逸迟到，那他岂不就输定了？哦，哎呦高，哎呦，宫崎先生实在是高啊！但这件事不能由黑龙会的人出面，我出钱，你出人。这个。宫崎先生，您放心，我办事儿肯定办得漂漂亮亮的，滴水不漏的。陈馆长，此事如果走漏了消息，我想你也明白是什么后果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办事去吧。宫崎先生，您放心吧。河内锦，这场比赛你绝对不能输，你需要这个。嗨！飘逸，今天的比赛你一定要赢啊！飘逸啊，一定会赢的。
可以，你先走，我们能应付。哎呀，刘会长啊，您跟朱飘逸不是一起的吗？您怎么早就到了，他到现在还没来？他不会是因为怯战故意拖延比赛时间吧？我丑话说在前头啊，他要是迟到的话，那可算输。飘逸怎么会怯战？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。你放心，他不会迟到的。好。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！我说个事儿啊。本场比赛是由朱飘逸先生主动发挑战给日本河内京先生的，可是他本人现在还没到。咱们凡事得讲个规矩，讲规矩就得按规矩办。离比赛开始还不到1分钟，如果他迟到，将会算输。我现在开始倒计时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等等，我来了。既然朱师傅已经到，那我宣布，比赛开始。
击比赛，主票一火烧。马宁儿，你来了。对，你没有想到吧？什么事情？我是来杀你的。杀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。第一次，你们利用我，来敲诈大和纱厂和罗氏药业的股份。第二次，你们利用我的失败，来达到宣传空手道的目的。这些都是你的主意，所以我要你付出代价。你杀得了我吗？现在，我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？年轻人，你太天真了。活不了多久了，把他扔出去。河内，加强巡逻，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嗨。他已经不行了，你们把他拖出去吧。嗨！
宁儿，宁儿，你醒一醒，宁儿。飘逸，是我来晚了。你没来晚，你没有，这都是我的报应。我曾经非常的恨你，但我现在最恨的人是我自己。我害了那么多的人。不要说这些。我没法原谅我自己。飘逸，你可回来了！宫崎带着人把迎春抓走了，说是要拿账本去黑龙会换人。
看住他。我去会会朱飘逸，回来再收拾他。柳迎春呢？哎，你别动啊！朱飘逸，我曾经说过，我们做不了朋友，就是敌人。我也曾经说过，是朋友是敌人，选择在你，不在我。看来你比马宁儿还要固执，那么你死的会比他更惨。权论云：根本固，而枝叶荣；培其根，而枝叶自茂。根本固，源流润，内气充实，如长江之流水，滔滔不绝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完。有来源，有去路，自然会劲大无穷，顺随自然，产生威力惊人的积极效果。走。宫崎，我知道你出身于没落军人家庭，你口口声声地说是为了什么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。其实你们这种人，挑起国家矛盾，不惜发动战争，无非是借机重拾你们所谓的军人荣耀罢了。可为了这一己虚荣，你们还要害多少人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。既然你们承认我们中国是你们的老师，那你们就应当懂得如何尊敬你们的老师。朱飘逸，我承认是我说了。别出声啊！飘逸，飘逸，别过来！我打死啊！走，别过来！明，你冷静点，不要乱来啊！都别过来！走！哎，别过来！再过来打死了！别过来！都别动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飘逸，别过来！
你再过来，再过来，我打死他！我现在要打死他，打死他！迎春，你没事吧？哼！啊，这个民族的败类！啊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飘逸，飘逸。飘逸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如风，快离开这儿。哦，走，飘逸，先走吧。我们回去再说。快走，走吧。走。飘逸，杨兴将军让我务必转告你，革命洪流已成滔滔奔涌之势，切望你能够为国为民再立新功。振兴中华武术之位乃飘逸己任，将军教诲，飘逸一定会谨记奉行。上海国术馆新任总教练陈如风，你对革命打算立何新功啊？别拿我开涮了，眼前啊，留守上海就是贡献了。我那点本事，你可是最清楚的。总之啊，我就一句话，你指到哪里，我陈如风就打到哪里。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哎，我什么时候食言过？好，保重，保重，记得常回来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保重啊。